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煮汤圆时，大家不要直接在下锅煮了。说到汤圆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，吃起来软糯香甜又可口。由于它的馅不同，味道吃起来也不一样。但不管是哪一种汤圆，如果我们没有煮好的话，特别容易出现破皮漏馅的情况。以前汤圆一般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吃，只能现吃现做，而现在只要想吃，随时都可以吃。因为市面上出现了许许多多不同品牌的冷冻汤圆，几分钟就能做好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冷冻汤圆和我们现包出来的汤圆煮法是有所区别的，如果一旦做不好，那么汤圆特别容易出现破皮漏馅的情况。所以说冷冻汤圆它的方便和缺陷是同为一体的，不可分割的。那么像这种的冷冻汤圆要怎么做才能个个完整，不破皮不漏馅，吃起来既香甜可口，而且 QQ 弹弹呢？首先我们要知道，这种的冷冻汤圆它表面还有一层粉质，除此之外，上面很有可能还会有一些冰霜冰花。而生活中大部分朋友在煮汤圆的时候，都习惯性的开水下锅或者是冷水下锅，其实这两种方法都不对。这就是为什么你煮出来的汤圆从来都不完整，而且还容易破皮的原因了。像煮这种的冻汤圆，汤圆店的老板教了我一招，准保个个 Q 弹完整，不破皮不漏馅。做出来的汤圆和现包的一样，我们首先把冻好的汤圆倒进一个大一点的盆子里，接着往里面加入足量的水，这里一定要用冷水哦，并且水的量一定要没过汤圆，用手轻轻地翻动，这样可以把汤圆表面的冰霜、冰花溶解掉，同时还可以让汤圆吸饱水分，给汤圆补水。时间最好不要超过40秒。泡好的汤圆控水，将它捞出放入盘子里面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锅水，把水烧到这种撕开未开的样子，往里面加入1勺白糖，用勺子把白糖搅拌至完全溶解。大多数朋友在煮汤圆的时候都是直接下锅，很容易出现汤圆还没煮熟就已经开裂了的情况。而加一点白糖进来，可以让煮出来的汤圆吃起来更加的香甜软糯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以增加水的密度，这样就可以防止在煮汤圆的过程中出现汤圆粘锅的现象了。锅里面开始鼓密集小泡泡的时候，把汤圆倒进来，整个过程都要保持中小火，火太大也容易把汤圆煮破皮开裂。然后用勺子轻轻地推动，千万不要去刮哦，一定要用勺子的背部轻轻地去推，这样可以防止汤圆粘贴在锅底。直到锅里面开起来之后，继续往里面加一次冰水，把锅里面的汤温度降一降。当锅里面的水开之后，锅里面的温度就会急剧升高。而冷冻汤圆它里面还是生的，处于一个被冻得非常硬的状态，这个时候就会出现热胀冷缩的原理，外部温度过高，而内部的温度又过低，这样一来就特别容易导致汤圆的外面这一层被煮熟了，被煮黏糊了，而汤圆的里面还是硬的，甚至是连冰块都还没被溶解掉呢。这样就特别容易导致煮出来的汤圆出现硬心、漏馅破皮的情况。当锅里面的水再一次开起来之后，继续往里面加入一点点冷水进来，将锅里面的温度再一次降低，
整个煮汤圆的过程中都要保持中小火，千万不能用大火来煮哦。往里面加入冷水，不仅可以让汤圆熟透，保持完整，不破皮不露馅，同时还可以让煮出来的汤圆更加的清爽，不会出现糊汤的情况，汤圆吃起来也没有那么腻，做出来的汤圆汤喝起来也更加的清爽。不知道生活中你有没有听说过3开饺子2开面的说法呢？意思就是煮饺子需要加入3次冷水才能熟透，而煮面的时候只需要加入2次冷水就可以熟透。其实煮汤圆和煮饺子是同样的道理，也需要往里面加入3次冷水，这样汤圆才能从内由外完全熟透。这是第3次加入冷水进来了，直到锅里面的汤圆再一次开起来，就可以看到汤圆已经完全浮在了汤面上。这个时候的汤圆其实就已经完全熟透了，不用等待，立马关火，将汤圆盛出来看一看。每一个汤圆都非常的完整，没有出现任何破皮露馅的情况，每一个汤圆都圆润的，像白色的珍珠一样，十分可爱。趁热盛入碗中。我们家的小孩比较喜欢吃更甜一点的，所以每一次盛入碗中后，都会加上1勺白糖。加入白糖后，再把锅里面的汤圆汤盛进来，这样白糖就已经充分的溶解在糖汁里面了。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！每一颗都晶莹剔透的，还非常的有光泽，非常的完整，没有一点出现破皮露馅的情况。用1双筷子去戳它，都很难把它给戳开，说明这个汤圆它的弹性非常好。汤圆是汤圆，馅是馅的，超级的棒，一点不比外面汤圆店里面的老板做的差。这样煮出来的冻汤圆，比新鲜的汤圆吃起来还要更加的软糯 Q 弹哦。别以为只用勺子盛才不会破皮，我们用筷子来夹，就算是把它夹得比较紧实，夹变形了，汤圆依然不会裂开，不会破皮。QQ 淡淡的黑芝麻馅在里面，有一种爆汁的感觉，十分的好吃。那么今天主要给大家分享了冻汤圆的做法，希望今天的视频分享能对你有所帮助。那好了，我们今天分享就先到这里了，感谢你收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